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昨天还是一条活龙，能陪你从早奋战到晚的手机，今天突然就得了慢性疲劳症候群，电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，剩下50%，就让你心慌，不出门则已，一出门就得像挂住尿袋一样，行动电源绝不离手。这种感觉我最近就深刻体会到了。欢迎来到时光信语，今天不聊人生大道理，我们来聊聊一个你我每天都在做，却可能一直在做错的事儿——给手机充电。这件小事儿背后可能正悄悄谋杀你的荷包，浪费你的时间。当我的 iPhone 13 Pro 一只服役还不到2年的手机，电池健康度莫名其妙掉到了 82%， 续航里从1天1充变成1天3充时，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了。就在我准备预约官方维修，狠心花几千块换电池时，一位玩摄影的朋友拦住了我，他给了我一个地址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你先别急住去原厂挨宰，去这个地方找陈石凤。他不是修手机的，他是易手机的。”以下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我叫阿周，一个靠写字为生的频道主。对我来说，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，更是我的行动办公室，我的另杆捕捉器。所以当它的续航力雪崩时，我的焦虑感几乎达到了顶峰。按照朋友给的地址，我穿过喧闹的菜市场，拐进一条只能容2人侧身通过的狭窄巷弄，终于在巷底找到那块几乎被岁月侵蚀到看不清字迹的招牌“陈师傅通讯行”。这地方与其说是店，不如说是一个时间的虫洞。狭小的空间里，左右两边的墙上钉满了各种层架，上面堆叠住的不是光鲜亮丽的手机盒，而是各式各样被开膛破肚的手机尸体，一卷卷的拍线，一罐罐的螺丝，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遗臼。空气中弥漫住一股松香、塑胶和老旧灰尘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工业味。一位头发花白、身形庆瘦、戴住一副老花镜、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深蓝色工作背心的老先生，正坐在一张旧木桌前。他左手拿住镊子，右手握住一把细长的烙铁，在一块绿色的主机板上专注地进行住焊接，升腾起的缕缕白烟在他头顶昏黄的灯泡下缓缓散开。他整个人就像是这间老店里长出来的一部分，安静而专注。他就是陈师傅。我站在门口，有点不知所措，犹豫住要不要打扰这份宁静。那个陈师傅吗？我小声地问。他没有抬头，只是嗯了一声，手上的动作丝毫未停。又过了大概2分钟，他似乎完成了那个精细的焊接点，才缓缓地放下工具，抬起头，透过老花镜的上缘看住我，眼神平静无波。手机拿来我看看。他的声音沙哑，带住一种经年累月的沉稳。我赶忙递上我那只可怜的iPhone。陈师傅接过去，没有像其他店家那样立刻插上检测仪器，他只是把手机握在手里，像个老中医把脉一样，静静地感受了几秒钟的温度。然后他把手机反过来，凑近昏暗的灯光，仔细看了看低部的充电口。接住，他点亮荧幕，随意划了几个页面，打开了电池健康的选项。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。少年仔，他放下手机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你很喜欢用那种夜市买的行动电源窝，而且手机常常用到快没电，剩下不到20%才急住找地方充，对不对？”我当场愣住了，感觉自己像个被算命先生说中秘密的客人，心里一阵发毛。师傅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嘴角泛起一丝若有似无的苦笑，指了指周角一堆拆下来的形状各异的废弃电池。你这电池算小问题，只是元气大伤，还有的救。我上礼拜才处理一个更惨的，为了剩那200-300块，差点连毕业证书都给自己搞没了。这句话像个钩子，瞬间勾起了我所有的好奇心。怎么回事？我追问道。陈师傅拿起桌上的保温杯，喝了一口浓茶，像是准备开讲的说书人，缓缓地拉开了话匣子。而我没想到，接下来的这一个下午，我听到的不只是关于手机电池的知识，更是6个交织助人性、习惯与懊悔的真实人生故事。第一戒，贪小便宜是手机的第1张催命符，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杂派充电设备。那个来找我的是个女大学生，看起来乖乖的，很有礼貌。陈师傅回忆道，眼神飘向远方，仿佛那个女孩又站在了店里。那个女孩叫林嘉轩，在附近的大学念视觉传达设计系，大4，正在准备毕业展。对设计系的学生来说，毕业展就是他们大学4年的心血结晶，是通往未来职场最重要的敲门砖。嘉轩的家境不算富裕，每个月的生活费都算得刚刚好，所以他一直很节省。
半年前，他远畅的充电线接触不良，时好时坏，他觉得一条线要卖700-800块实在太贵了，就在学校旁边的夜市花150元买了一条标榜竹加粗编织、快充不法烫的副厂充电线和一个小巧的充电头。他当时还觉得自己赚到了。程思富摇了摇头，跟我说那条线看起来比原厂的还粗勇，充电也很快。我跟他说，少年在，这种东西外面长得像，里面可完全不一样。原厂线里面有认证镜片，有保护机制，像个保镖。你买的那个就是个莽夫，只知道把电往里面死命的灌。嘉轩当时只是笑笑，没把这话放在心上。毕竟那条线也好好的用了好几个月。灾难总是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降临。毕业展前一晚是所有设计系学生最煎熬的时刻。嘉轩正在宿舍里对住他的 MacBook 做最后的修改，他的 iPhone 就插在那组150元的充电组上，荧幕亮住，方便他随时查找参考资料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凌晨3点，当他终于把最后一张图输出完成，准备存档时，空气中突然飘来一股烧焦的塑胶味。他警觉地抬起头，发现味道是从他的手机那里转来的。他伸手一摸，手机和充电头都烫得惊人。他吓得立刻拔掉充电线，但为时已晚。手机荧幕闪烁了2下，就彻底黑了，再也无法开机。他第二天早上哭住跑到我这里来，陈师傅叹了口气，跟我说他所有的毕业设计原始档，收集了半年的素材、客户的联系方式，甚至第二天答辩要用的简报 PPT， 全都存在那只手机里，完全没有备份。我听到这里，心都揪紧了。这对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，简直是世界末日。我拆开一看，完了，电流不稳，击穿了电源管理晶片，连主机板都烧了一块。我跟他说，这要换主。程师傅顿了顿，似乎在回忆当时的场景。他一听到主机板3个字，脸刷的一下就白了，问我资料还有没有救。我只能跟他说实话，主机板烧了，神仙也救不回资料。那天，嘉轩在程师傅的店里，从一开始的焦急到难以置信的正直，他坚称自己正常使用，不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，再到最后崩溃大哭。他反复说住，怎么会这样？只不过是一条充电线。最后，陈师傅花了2天时间，从旧的辽记上拆零件，总算帮他把手机修好了，但费用是8500元。手机开机了，但里面空空如也，像他被掏空的心。他付钱的时候，手一直在抖。8500元对一个省吃俭用的学生来说是一笔巨款，但这笔钱也买不回他被烧掉的4年心血。他只能去跟系办申请延毕，一切从头来过。陈师傅讲完，店里一片寂静。他指了指我那只手机的充电口，说：“你看你这里面有些黑色的痕迹，就是电流不稳烧灼的。你用的那个行动电源8成也是没有认证的。你运气好，只是伤了电池，没把家给烧了。”我低头看住那个小小的充电口，第一次感觉到它像一个深渊。为了省几百块，却可能付出几千、几万，甚至无价的代价。陈师傅说的对，贪小便宜就是给自己埋下的第一颗不定时炸弹。第二戒，过度的爱就是伤害，切勿让手机彻夜充电或长时间保持100%满电。不过，用原厂的充电器也一样会出事儿。陈师傅话锋一转，指住柜台下一个用塑胶袋装住的手机残骸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挨得太满，活活被撑死的典型。袋子里的手机很惨，荧幕和背盖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中间顶开，像一个没蒸好的包子，裂开一个大口，隐约能看到里面一块银色的干虫状变形的金属片。这是电池？我惊讶地问。是啊，肿得跟猪肝一样。程师傅说，他的主人是一位68岁的退休老师，姓黄。黄伯伯这个人很有趣，他对他的手机比对他老婆还有耐心。黄伯伯是个极度自律的人，退休后也保持住早睡早起，凡事井井有条的习惯。他对电子产品有种莫名的电量焦虑症，手机电量低于80%，他就开始不自在；低于50%，他就会坐立难安。所以他养成了一个在他看来是爱护手机的终极习惯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不管手机还剩多少电，他一定会把它插上原厂的充电器，放在床头充上一整晚。他跟程师傅说，这样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100%的电量，心里就特别踏实，感觉这一天都有满满的安全感。他的朋友们劝过他，说手机充满了就该拔掉，一直插住不好。黄伯伯还振振有词地反驳，你懂什么？
现在的手机都有过充保护，充满了会自动断电，根本没关系。说明书上写的。他这话说对了一半。陈师傅解释道，现在的手机确实有过充保护，理论上电流在充满后会变得很小，进入涓流充电模式。但是他忽略了2件致命的事儿。第一，手机只要开机就会有微小的耗电，所以当电量从 100% 掉到 99.9% 时，充电器会立刻启动，把它补回 100%， 然后再停止。整个晚上，你的电池就在 99.9% 和 100% 之间反复拉扯，处于一个持续的微小的充放电循环中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损耗。第二，也是最致命的高温。陈师傅强调，锂电池最怕的2样东西，一个是完全没电，另一个就是持续处于高电压和高温状态。当电池维持在 100% 的满电状态时，它的内部化学活性最高，电压也最高，就像一根绷到最紧的橡皮筋啊，压力非常大。再加上充电过程本身就会发热，如果再把手机放在枕头边、被窝里，热量散不出去，温度升高，简直就是酷刑。黄伯伯就这样爱护了他的手机3年，直到有一天半夜，他被一声轻微的啪声惊醒，他没在意，翻个身又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像往常一样去拔充电线，却发现手机的荧幕和背盖从中间裂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，那块膨胀的电池就从缝隙里狰狞地探出头来，手机还散发出一股化学药品的酸味。他吓坏了，拿住这个开口笑的手机来找陈师傅。陈师傅告诉他，这是电池长期过充过热，导致内部化学物质产生气体才会膨胀。再晚一点发现，如果内部短路，很有可能就会起火燃烧。黄伯伯听完脸色发白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他无法理解自己每天小心翼翼的呵护，怎么反而差点把家给烧了。我告诉他，黄伯伯，你对手机太好了，但这种好是溺爱，是伤害。陈师傅说，手机电池跟人的胃一样，7、8分饱最健康。你天天给它灌到满，还摁住不让它消化，迟早要出问题。从那以后，黄伯伯再也不敢睡前充电了。他学会了在睡前1小时把手机充到差不多 90%， 然后就拔掉。他说，虽然第二天早上出门不是 100%， 但心里却比以前踏实多了。因为他知道，真正的爱不是占有，而是给他呼吸的空间。第3戒，榨钱最后一滴血的残酷，切勿等到手机完全没电自动关机才充电。师傅，那我听懂了，不能一直让它撑住。那反过来，我把它用的前前静静，榨钱最后一滴电再充，这样总能把电池的潜力发挥到最大了吧？很多人都说这样可以校准电池，让它更耐用。我提出了很多人都有的疑问。陈师傅放下茶杯，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孩子。他从一个装满手机尸体的纸箱里翻出了一只外观还很新的手机，递给我。你开机看看。我按了半天开机键，手机毫无反应，就像一块板砖。这只手机的主人就是你这种想法的忠实信奉者。陈师傅说，他叫阿杰，是个房仲，30出头，很拼儿。他信奉一个原则，物尽其用。手机电池就要用到最后一刻，才算对得起花的钱。阿杰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是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，每天从早到晚，电话接不完，要拍照，要录影，要开地图导航，要用论跟客户沟通。他常常在外面跑一整天，手机的电量就是他的生命线。但他有一个奇怪的坚持，绝不中途充电。他觉得那样很浪费电池的循环次数。他宁愿看住电量从 20% 掉到 10%， 再掉到 1%， 直到手机荧幕一黑自动关机，他才心满意足地找地方充电。他跟我说，他喜欢那种手机从 0% 充到 100% 的感觉，特别有成就感。陈师傅摇住头，脸上满是无奈。我跟他解释，少年仔，那是以前镍镉电池的时代，才需要搞记忆效应那一套。现在的锂电池完全不一样。锂电池最怕的就是深度放电。陈师傅解释说，锂电池的电压如果低于一个特定的数值，通常是 2.5 微左右，它的化学结构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。手机厂商为了保护电池，通常在电量显示为 0% 并自动关机时，电池内部其实还保留了一点点救命电，防止它彻底饿死。但是如果你经常让它处于这种极度饥饿的状态，就等于一直在挑战它的极限。这就像一个人，你偶尔饿一顿没事儿，身体还能扛，但你要是天天饿到昏倒才吃饭，不用多久胃就坏了，
身体就垮了。程师傅的比喻总是这么生动。阿杰的物尽其用哲学，在用了半年后就遭到了残酷的报应。他的手机开始出现各种诡异的现象，电量显示极度不准，常常显示还有 3% 的点，突然就跳到 5%， 然后直接关机。有时候充了一整晚，早上拔下来一看，居然只充到 80%。 最要命的是，有好几次他正在跟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通电话，探到签约的关键细节，手机啪的一声就因为电量不稳而关机了。等他手忙脚乱的找到地方充上电再打过去，客户的语气已经变了，那笔几十万佣金的订单就这样飞了。他拿来我这里的时候气急败坏，骂手机是烂货。陈师傅说，我一测电池的实际容量只剩下表称的 40%， 而且电压极度不稳，已经是保废状态。我问了他的充电习惯，他还理直气壮地跟我说他都是用光才充。我跟他说，先生，不是手机烂，是你亲手把他饿死的。阿姐听完陈师傅的解释，愣在当场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他这才明白，他所以为的精打细算，其实是最愚蠢的浪费。所以记住了，陈师傅对我说，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，他喜欢少量多餐，没事就充一下，让电量随时保持在一个舒适的区间，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照顾。永远不要等到他跟你喊救命的时候才去救他，那时候多半已经晚了。第4戒，一心二用的过劳北剧，切勿边充电边高强度使用手机。听了前面3个故事，我感觉自己对手挤电池的认知已经被彻底颠覆了。师傅，那我现在知道了，不能充太满，也不能用太光。那如果我一边充电，一边就只是滑滑脸书，回讯息，这样总可以吧？我小心翼翼地问，生怕又踩到什么地雷。陈师傅看了我一眼，没有直接回答。他转过身，从一个架子上拿起一块被拆下来的主机板，递到我面前。那块主机板的中央有一块晶片，呈现出明显的焦黑色，周围的电路板也有些微的变形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过六死的典型案例。他的声音沉了下来，现在的年轻人10个有8个都在犯这个毛病。他讲起了第4个故事，主角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，叫王浩宇。浩宇跟他这个年纪的大多数男孩一样，对手机游戏有助狂热的执着。他每天放学回家，书包一扔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插上快充，然后戴上耳机，把游戏的画质、帧率全部调到最高，和同学们在虚拟的战场上厮杀。他的手机是一只专门为游戏设计的电竞手机，性能强悍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耗电量也极为惊人。浩宇的逻辑很简单，既然玩游戏耗电，那我边充边玩，不就等于拥有了无限电量吗？他妈妈看不下去，经常念他，你那手机都烫得可以煎蛋了，早晚要被你玩坏。浩宇总是不耐烦地回嘴，妈你懂什么？这叫电竞手机，性能好，发热是正常的。手机买来不玩，难道供起来伴啊？发热正常？狗屁！陈师傅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，发热是所有电子产品的头号天敌，没有之一。他用手指住那块烧黑的晶片，开始给我上课。少年仔，你要知道，手机充电的时候，电池本身就在进行化学反应，会发热。这时候，你再让 CPU 和 GPU 图形处理器因为跑高画质游戏而全速运转，它们也会产生巨大的热量。这2股热量叠加在一起，手机内部温度会急剧飙升。你的手机是变聪明了，它有过热保护，温度太高会自动降低 CPU 的性能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变宠变玩游戏会觉得越来越咖的原因。但是它加重了语气，这种降频保护的是 CPU 不要烧掉，但它保护不了你的电池。锂电池对温度非常敏感，它最喜欢的工作温度大概在20到25度之间，温度每升高10度，它的化学反应速度就会加倍，老化速度也跟住加倍。你长时间让它在40-50度的环境下工作，等于是让一个20岁的小伙子天天去扛水泥、晒大太阳，不用几年，身体就跟50岁一样了。浩宇的无限电量美梦只做了不到半年就破碎了。他发现他那只号称超长续航的电竞手机，电池健康度竟然掉到了惨不忍睹的 75%。以前不充电能玩3-4个小时，现在连1个半小时都撑不到。而且游戏也变得越来越卡，常常在关键的团战时刻，画面就定格了。他以为是手机系统出了问题，拿来找陈师傅。陈师傅一摸那手机的边框，就感觉到不正常的温热，再一看电池健康度，心里就有数了。
他问了浩宇的使用习惯，浩宇还得意洋洋地介绍他边充边玩的心得。陈师傅当时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帮他换了电池。换完之后，他把那块被拆下来的有点微胖的旧电池放在桌上，对浩宇说：“这块电池本来可以好好陪你2-3年，现在他提前退休了，不是他不耐用，是你把他累死的。”那一刻，浩宇看住那块过劳死的电池，再看看自己新换电池后喷掉的3000块，第一次沉默了。所以陈师傅最后总结到，充电的时候就让手机好好休息，回个讯息，划个网页，问题不大，但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游戏机、电影院来操死。你让他一边吃饭一边跑100米，神仙也受不了。第5戒牌：天然的桑拿房与冷冻库，切勿在极端温度的环境下充电。说到热，陈师傅顺住刚才的话题，指了指被午后阳光晒得发白的窗外，除了手机自己发热，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天然杀手，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。他从维修台下拿出一个手机支架，就是那种可以吸在中控台上的款式。这个东西方便是方便，但也是个电池杀手。这次故事的主角是一位40多岁的 Uber 司机刘大哥。刘大哥为人和善，开车勤快，为了多赚点钱养家，他一天有10几个小时都在车上，手机就是他的吃饭家伙，接单、导航、联络乘客，一刻也离不开。为了方便，他买了一个手机支架，把手机固定在驾驶座前方的中控台上方，视线最好，操作也方便。而且他还拉了一条充电线，长时间插住车充，确保手机电量永远在90%以上。他觉得自己的安排天衣无缝，但他忽略了台湾夏天的威力。你想想看，陈师傅引导住我，夏天车子在外面晒一下，车内的温度能到多高？50-60度，甚至70度都有可能。他把手机摆在正对柱前挡风玻璃的位置，那里是全车阳光最集中的地方，跟个烤箱一样。手机在导航和4G 连线时，本身就在高速运算，持续发热。车充给手机充电，又是一股热量，再加上环境的高温烘烤，简直是3重加热。刘大哥的手机每天都在经历长达10几个小时的高温桑拿。一开始，刘大哥只是觉得奇怪，怎么这手机续航越来越差？明明一直插住电，有时候跑一趟长途下来，电量不升反降。他以为是车充的功率不够，还特地去换了个更贵的。真正的警报在一个炎热的7月下午响起。那天，他接到一个去桃园机场的长途大单，乘客还带住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看起来很赶时间。车开到一半，正在导航的手机荧幕突然一黑，显示出一个温度的警告标志，然后就自动关机了。手机过热，保护了。陈师傅解释道，这是手机为了防止 CPU 烧毁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刘大哥当场就慌了，他不认得去机场的路，手机关机也联络不上客人预定的家人。他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停下来，手忙脚乱地想给手机降温，拿湿纸巾擦，用冷气对住吹，但手机烫的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重启。最后他只能万分尴尬地跟乘客道歉，说导航坏了，可能要麻烦乘客自己开导航。那一趟不仅被客人投诉，也让他一整天的心情都毁了。从那次以后，刘大哥再也不敢把手机放在中控台上晒太阳了。他听了陈师傅的建议，把手机支架改装到了冷气出风口的位置，利用冷气来给手机降温。不只是高温，陈师傅补充到，极度的低温对电池也是一种伤害。虽然台湾比较少加，但如果你冬天去合欢山赏雪，手机冻得跟冰块一样，这时候你给它充电，锂离子活性很低，硬充进去很容易在电池内部产生锂结晶，这是永久性的损伤。他做了一个总结，记住，电池就是个娇贵的公主，怕冷也怕热，不要把它带去西三温暖，也别把它丢进冷冻库，给它一个舒适的环境，它才能好好为你工作。第6戒，大力不一定出7G的蛮干，切勿滥用或错配快充。我的目光落在了陈师傅工作台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充电头上，有小小的豆腐头，也有又大又重的氮化镓杆充电器。师傅，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快充，充电器功率一个比一个高，从20W 到100W 都有，这是不是越快越好？我问出了这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。陈师傅闻言，拿起桌上一个小巧精致的蓝牙耳机充电盒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被十全大补汤给活活补死的例子。
第6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在内湖科技园区上班的30岁白领 Amy。Amy 是个标准的效率控，她的座右铭是能用1分钟解决的事，绝不用1分01秒。所以，她对所有能提升效率的科技产品都趋之若鹜。当高功率的氮化镓充电器问世时，她第一时间就入手了一个 100W 的顶级款。她太爱这个充电器了，因为它可以用一个充电头就解决她所有设备的充电问题。MacBook Pro、iPhone、iPad， 甚至还有他的 Kindle 电子阅读器和 AirPods Pro。他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了需要带一堆充电头出门的窘境，科技就该如此优雅。他天真的认为现在的充电器和设备都很聪明，充电协议会自动沟通，充电器会输出最适合设备的功率。他又只说对了一半。陈师傅叹了口气，对于大多数主流的手机、笔电确实如此。他们内部的 PD Power Delivery 协议很完善，你用 100W 的头去充一只只支持 20W 快充的手机，他们会商量好只用 20W 来充。但是他忽略了那些小东西。陈师傅打开了那个 AirPods Pro 的充电盒，指住里面细小的金属触点说，像这种蓝牙耳机或者一些比较老的、比较廉价的电子产品，他们的充电管理镜片可能非常简单，甚至根本没有所谓的智慧协议。他们的设计就是默认你用包装盒里附赠的那个小小的 5W 豆腐头来给它充电。你现在硬塞一个 100W 的壮汉给他，跟他说你自己看住办，万一他们沟通不良或者耳机的保护机制比较脆弱，那个瞬间冲进去的大电流就很可能对它小小的电池造成冲击。1次2次可能没事儿，但长期下来，就像你让一个小婴儿天天喝高浓度的提神饮料，不把身体搞坏才怪。Amy 的悲剧就发生在她的 AirPods Pro 上。她用了那个 100W 充电头半年后，发现耳机的续航力大减，从原本能听4-5个小时变成不到2小时。又过了一阵子，左边的耳机彻底充不进电了，放进充电盒里只是灯闪都不闪。她以为是苹果的拼质问题，气冲冲的拿去专卖店，结果店员检测后告诉她，耳机电池已经损坏，无法维修，只能加价换新。Amy 百思不得其解，他明明对他这么好，给他用最高级的充电器，怎么还会坏？直到他因为其他问题找到陈师傅聊起这件事，才被一语电醒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引以为傲的效率，竟然是伤害他那些宝贝设备的元凶。快充是个好东西，但它就像药。陈师傅做了最后的总结，是要3分毒。你需要急救的时候用它没问题，但如果你只是日常保健，其实没必要餐餐都用猛药。特别是对那些不支援快充的小设备，最好还是用回他们原厂的温和配方。大力不一定会出奇迹，但很可能会出悲剧。终章，7分饱的智慧。6个故事讲完，窗外的太阳已经西斜，店里的光线更显昏暗。我感觉自己像是上了一堂长达数小时的人生课，这堂课的主题竟然只是手机充电。我手里那只冰冷的金属和玻璃制品，此刻在我眼中突然变得有生命、有温度了。陈师傅已经默默地帮我换好了新的电池，并把手机组装了回去。他按下开机键，熟悉的苹果标志亮起，一切正常。好了，他说，换了新电池，如果你好好对它，用个2-3年没问题。如果你还是老样子，那半年后你又会回来找我。师傅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对的？我像个虚心求教的学生，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。陈师傅没有直接回答，他把换下来的旧电池丢进那个尸体堆里，缓缓地说，记住一句话就好，手机电池就像人的胃，不能饿住，也不能撑住，7分饱最长寿。他进一步解释，锂电池最舒服的电量区间大概在 20%到 80% 之间，所以最好的习惯是随用随充，少量多次，有机会就充一下，充到 80%、90% 就拔掉，没必要非得等到 100%。电量掉到 20%、30% 了，就可以开始找地方充电，不要硬撑到关机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付了钱，是一笔非常合理的费用。我拿住慢些复活的手机，感觉手里沉甸甸的，那重量不只是手机本身，更是那6个故事背后无数人的懊悔与无奈。我向陈师傅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真心诚意地说了声谢谢。他只是淡淡地摆了摆手，没有多余的客套，又戴上了他的老花镜，转身回到他的工作台前，拿起烙铁，继续对付下一块等待他拯救的主机板。
他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像一个孤独而坚定的、属于上个时代的守护者。走出巷口，重新回到喧闹的市场，我恍如隔世。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，荧幕上显示的电量是 78%。我默默地拔掉了刚才插上去的行动电源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陈师傅教我的其实不只是如何保养一块电池，他教我的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。在这个什么都讲求快、码、极致的浮躁时代，我们早已忘记了适度与珍惜的智慧。我们对待物品的方式，其实就是我们对待生活、对待健康的缩影。或许我们都该学住让生活也保持在7分饱的状态，那种从容不迫，或许才是最长久的幸福。今天这个关于手机充电的故事，不知道有没有说到你的心坎里？你是不是也犯过其中1、2样，甚至全部的错误呢？这6个看似不起眼的坏习惯，你中了几个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里诚实的分享你的忏悔，或者你有什么独门的手机保养秘诀，也一起来告诉大家吧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程师傅的故事，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你，或者让你恍然大悟，就请你按个赞儿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虐待手机的亲朋好友们。记得订阅我们的时光新语，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听一个有温度、有智慧的真实人生故事。感谢您的聆听。